朋友们，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人格呢？在当下这个时空节点呢，人们除了会对外在的人事物进行评判以外，也非常热衷于给自己贴标签。就比如上面我们所说的人格，什么讨好型人格、妄想型人格、焦虑型人格，各种各样。就拿讨好型人格来说吧，这是一个近些年我们经常会在网上听到和看到的词。顾名思义，被贴上了这个标签的人呢，往往会被认为在心理上和人际关系上都出了问题。具体表现呢，大概是会对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患得患失，并且会不自觉地去强加弥补，最后过犹不及，结果就是让自己变得十分痛苦，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自卑，害怕和人打交道。在现实生活中呢，这些所谓的讨好型人格经常会胡乱地听信一些心灵鸡汤的建议，然后矫枉过正，又从一个极端直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依然无法正常自在地和他人相处。如果想要改变这些现状，就要首先去做一件事，那就是赶快把这个贴在自己身上的可恶的标签给撕掉。请问，当你已经把它认定成为了你的人格的时候，你还怎么指望它能轻易地得到改善呢？对不对？事实上，我一直十分的反对去做各种名词和概念上的定义，尤其是对一个鲜活的生命，什么讨好型人格、边缘型人格障碍、双向情感障碍等等，尤其是还动不动的就上升成为了一种人格，这种把我们头脑当中的那些本应该是要通过觉知去剥离的起心动念呢，强行的认为是我们自己的荒唐做法，本身呢就是在把我们从原本平静的当下拖进了痛苦的对抗之中。诸如像讨好型人格这一类的名词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思维的认同，它给你赋予了一个听起来十分符合社会习惯的名字讨好型，并且呢你还欣然地接受了，那么结果自然就是你自己会不由得去往讨好这两个字上靠近，但是你压根就意识不到你正在这么做，而这其实就和街边的相面算命、星座预测等等多少有一些共同之处了。记住，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朝着那个被自己的思维认同了的我的样子呢去演化、发展和靠近，去机械化地证明的确如此。这其实就是一场在大脑主导之下的思维骗局，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所以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拿讨好型人格来说吧，谁能证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一定是讨好呢？我就恰恰认为讨好这个词用得十分糟糕，明明就有更加客观、更加直击真相的表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导致负面情绪的升起，无意识行为发生的本质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头脑里的念头太汹涌，思虑不停歇。这难道不是最真实的发生吗？而这些不断产生的起心动念，也在不断地引发着内在的情绪感受，推动着各种无意识行为和结果的发生。你看，一切皆因念起。你此刻的痛苦，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当初的念起之时失去了觉知，这才让你的头脑里的那些起心动念最终演化成为了现在的这个痛苦的我。那痛苦究竟又是如何由一念演化而来的呢？也许你最初的起心动念只是因为你在意对方，你不想失去对方，同时你也想让对方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你，仅此而已。但是这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你在对方的身上寄托了你自己的美好愿望，是你把自己的许多的所求和期待都投射到了对方的身上。注意，这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已经从对方对你的能量吸引，转移到了对方对你的反馈之上了，并且你的社会习惯和思维定式已经为此设定了一个二元化的标准。
你看，这就是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的演化过程，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经意，而缘起就在这个求字上。当你在对方对你的回馈之上有了这个求，这个求就会成为没有被你观察到的执念，从而取代你。发现了没有？与其说讨好型人格是害怕别人讨厌自己，不如说讨好型人格是在试图通过自己主动的言行，掌控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让别人都喜欢自己。本质上，这是一种全能控制的幻想。理智上，我们一般都能理解，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单拎出人的任何一个特质或者行为，也一定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的。比如你长得很漂亮，可能有不少人会因为这一点喜欢你、亲近你，但一定也会有人因为嫉妒你长得漂亮而讨厌你、嫉恨你。或者你在工作中勤恳加班、任劳任怨，不少领导同事会为此称赞你，但公司里一定也有在背后不满你。但情感上始终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这会触痛到内心最无法接受的可怕真相。我的父母不爱我，至少不够爱我，他们不接纳我的全部，只爱我表现出来的让他们满意的部分，而且他们的满意是没有稳定标准的。他们感觉到自己必须时时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去体察、猜测别人现在这一刻对我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尝试去满足对方，以换得对方的关注和夸奖。尽管这个理解并不总是准确，根本上是希望凭借别人对自己的满意态度，确立自己对自己稳定的良好感觉。但是这个目标是没有尽头的，在猜对了别人的期待，并且成功迎合了对方需要的那一刻，你会获得短暂的满足和安慰，但紧接着又会开始继续观察、猜测、试探，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别人是否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满意态度，于是只好无限次地重复这个循环。好，在明白了所谓的人格的本质之后，我们该怎么做呢？之前呢，我讲过很多次，没有被觉知到的思维活动，就会变成了一个小我。当一个人永远都在各种不同的小我的控制和驱动之下活着，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开悟的，在颠倒梦想之中受苦的芸芸众生。而一段真正觉悟的关系，应该是只能在觉悟的人之间才能展开的，它是无挂碍的，是没有贪嗔痴存在其中的。如果两个拥有同样境界的人彼此相遇，那么一段真正美好而又开悟的关系就有可能发生了。最后我想说，其实《心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觉悟，并且坚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实修者，那么只要通过观自在，你就会顿悟和洞见到五蕴皆空，觉知到一切都是由头脑思维所创造出来的梦幻泡影，这样你就可以理一切相，度一切苦厄。所以当你再次陷入到某种痛苦情绪之中时，不断地陷入到某种逆境轮回之中时，你首先应该去做的并不是去给自己讨得某一个标签，去给自己对号入座一个定义，去对自己加以评判，去给自己创造一个塞满定义的虚拟世界，而是要让自己真正的安静下来，在全然允许和接纳当下一切发生的前提之下开始内观。这个全然允许和接纳的也包括你的各种小我。当你清晰地看见自己头脑里边的执着、妄想和所求的时候，那就是你放下执念的时候，就是你真正解脱的开始。那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念头机制从本质上看都是在围绕着一个我，或者说维护着一个我。你的执念要么是害怕担心这个我的价值和利益受到损失或者贬低，要么就是为了保护和争取这个我的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
所有的思维机制都无外乎以上的这2种。好，既然思维的实质是要维护那个我，那么当你意识和识别到当下困住你的情绪以后，只要你能顺着这个情绪，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耐心而又安静地去一步步地甄别，直到你可以清晰地看见你的念头机制正在拼命维护着的那个我，看到了你正在担心的，或者正在维护和争取的我的什么价值和利益，那此时你就离一次成功的内观和一次执念的化解不远了。举个例子，比如通过深刻的自我观察，你看到了藏在所谓的讨好型人格背后的，其实是你害怕别人觉得你不够好，你担心别人会不会因此而不喜欢你，因此而离开你的深深的执念。而这个执念的本质呢，其实就是你因为害怕自己的自我价值受损，从而让自己在对方眼里的分量受到了贬低，然后你害怕这会导致自己不被尊重，不被在乎。你看，这个藏在讨好型人格背后的执念，那个你的思维机制正在维护的我，就被你观察到了。记住，你安静地看到，即是觉，你觉察到了我，那我就不在了。在那个瞬间，你便是无我的。这就是一次简单的内观。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好多种不同的执念，每个执念都对应着一个或者几个我。这些我要么就是对失去和贬损的恐惧、愤怒和担忧，要么就是在争取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不断的自我观察，去在每一次的情绪沦陷当中，把这些执念，把这些我都一一的觉察到。记住，你每一次在头脑的执念当中提起觉知，都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观察，都是一次真正的世上磨练，都是一次觉知力和专注力的提升，而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